2020年10月8日，驻扎在小金门的台军坦克兵驾驶一辆 M41A3 坦克撞断了电线杆后冲进了农田，起火燃烧，造成成员一死一伤。坦克翻车在越野军演中并不少见，但像在这样平坦的路上行驶，居然还能翻车的可真是不多。据推测，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很可能是驾驶员在乡间公路上飙车的结果，而这辆出事的坦克也算是一辆古董级战车了。它在台服役已经62年，像这样的坦克在台湾地区还有17辆，全部驻守小金门列岛守备大队战车连。该坦克翻车视频传上网络，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，大家戏称其为电线杆收割机。那么 M41A3 轻型坦克为何会在台湾服役60多年？台军在它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M41D 又表现如何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台军大量装备的 M41 轻型坦克家族。M41 轻型坦克是美国于1949年开始在 M24 轻型坦克霞飞的基础上改进研发的，于1951年由通用动力公司旗下的凯迪拉克机动车辆分部正式量产。同年，美军开始装备 M4 型坦克，当时因其火力猛而将它称为斗牛犬。后来为了纪念在韩国战争中意外去世的沃顿·沃克将军，又将其改名为华克猛犬。M41 轻型坦克主要用于装甲式侦察营和空降部队进行侦察巡逻、空降以及同敌方轻型坦克和装甲车辆作战等任务。为了完善它的功能，美军不断对 M41 轻型坦克进行了改造升级，逐渐衍生出 M41A1、M41A2 和 M41A3 等多个型号。其中 M41A1 主要对炮塔旋转系统、火炮及备弹、火控装置进行了改进，而 M41A3 则是在 M41A1 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，用喷射式燃油发动机系统代替了原来的汽油发动机。1958年起，台军陆续向美国采购了700余辆 M41A3 轻型坦克，用于装备陆军和海军陆战队，以弥补高机动性坦克的缺乏。台湾也因此成为了全球装备 M41 轻型坦克最多的地区。M41A3 曾一度在台湾陆军中担任轻型战车主力的任务，直到90年代后才开始逐步被淘汰。2022年2月25日，服役64年的 M41A3 轻型坦克在台湾正式退役，但其改进的 M41D 仍在继续服役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，因其重量高达25吨，不适合空降，美军就已经开始逐步淘汰 M41 轻型坦克了。而台湾由于财政上无法支撑起庞大的资金，无力更换新型战车，只能将 M41A3 进行改造，这就是 M41D。说起 M41A3 的改造也是几经波折，由于该战车是50年代初期的产品，性能已经落后，机件磨损严重，备件也得不到补充，基层部队迫切希望能对其进行改造。针对这种情况，1974年台军就提出了名为神驹案的 M41A3 轻型坦克改进方案，但由于该方案的改造重点在推进系统上，对整体性能的提高效果并不明显，而迟迟未能实施。到了1988年，联邦德国克劳斯马菲公司对 M41 型坦克进行了整体改进，实车实验性能良好，但由于采购费用太高，此方案也不了了之。3年以后，台军又提出了部分包装改良案，拟分别采购动力、火力控制系统各2套，用于改装2辆样车。此方案于军方研制经费不足而搁浅。又过了3年，1994年，台军为应急又试图在 M41A3 上面加装微光夜视仪，却因为达不到战绩指标的要求，也未能进行下去。一直到了1996年的3月，台湾为了提高外岛防御能力，启动了全面武器现代化计划。M41A3 轻型坦克的改装计划被列为优先执行的项目之一，改造计划才真正得以实现。M41 轻型坦克的改进方案具体实施采用了投标制，由4家公司合作组装2辆，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来了个交互混合，将2号样车的底盘和1号样车的炮塔组合，制成了首辆 M41D 轻型坦克。这样一辆战车的改装费用大概需要2000万新台币，但是因为拨款仅有200亿，所以原本要改装400辆的庞大计划，仅仅完成了50辆。M41D 的改装计划虽然过程曲折，但其改造成果还是比较圆满的。新改装的 M41D 配备了功率为405马力的 8V-71T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，新型转动底环，火控系统安装了德克萨斯仪器公司的战斗车辆热导向系统。该系统将激光测距仪、热成像瞄准器、弹道计算机和横风传感器融合在一起，装备了 M32K1 式76毫米火炮，改用胡椒瓶制退器。该火炮炮管采用自紧工艺，
能以1433米每秒的初速发射 M464尾翼稳定硬芯穿甲弹，并能穿透1200米处的 A 级落式硬度的250毫米厚的装甲板，也能发射高速穿甲弹、高爆反坦克榴弹和白磷弹等种类弹药。还有部分 M4ED 火炮被更换成了口径90毫米的新型主炮，能够使用更新的高爆夜光破甲弹、白磷夜光烟雾弹、人员杀伤线弹等弹药，极大地提升了其战斗力。改造前后的 M41型坦克外形变化不大，其车体长为 5.819 米，宽为 3.198 米，车高至指挥塔为 2.726 米，装甲厚度最厚处约 31.75 毫米。位于炮塔前面的防弹盾处，车体底部最薄为 9.25 毫米，车体和炮塔顶部约为12毫米，其余部位厚度均为25毫米，车体两边各有5个负重轮。M41型坦克改造前后的外部特征明显，容易辨识。改造前，其主炮消烟器与炮身垂直，呈圆筒状，向两侧及前方开放，总体呈 T 字形。改造后将其移至了火炮口，呈弧胶瓶状。总体来说 ，M4ED 延续了 M41A3 高机动性的特点，机动速度较快，适于台岛地区多山、重装备机动不便的特点。通过对 M41A3 与 M4ED 的主要参数做对比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两者最大的区别主要在于火力装置和最大行程两方面。改进后的 M4ED 轻型坦克，其在火控系统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改造前仅装备光学瞄准镜和简单机械式弹道计算装置，射击精度及夜战能力非常差。改造后，它采用了美国德克萨斯公司的 CVTTS 双放大倍率热像瞄准系统，炮长的夜间目标识别距离可达2000米。在炮长的热像仪上安装了一种不伤害人眼的激光测距仪，测距大于5000米。弹道计算器可处理4种以上弹道资料。驾驶员则使用了台湾自产的 TS85 微光夜视仪。火控系统和观瞄仪器的改进，提高了战车的夜战能力、射击精度和反应时间。M4ED 轻型坦克另一个重大的改进，就是换装了 DDC8V-71T 型柴油机，最大功率405马力。别看比之前有所下降，但由于推进系统各部件的匹配非常的合理，机械效率高，因此丝毫没有影响它的最大速度，仍然可以达到72千米每小时。此外，因为柴油机的热效率高，再加上油箱容量也由之前的530升增加到了760升，使得 M4ED 的最大行程由原来的165公里跃升至了450公里，有力地保障了其持续作战的能力。由此可见 ，M4ED 轻型坦克的改造有效地抓住了核心问题，在火力和火控性能、机动性、可靠性等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充分发挥了它的潜力。虽然 M4ED 的改造取得了不错的效果，但就目前全球装甲车辆技术水平而言，它还是显得相对落后的。主要的突出弱点是防护性能较差，其装甲厚度最大处也才31毫米，大部分部位仅有25毫米，一般的20毫米机关炮就可以轻松地将它击穿，更不用说坦克炮了。另外，由于没有安装火炮稳定器 ，M4ED 不具备行进间射击的能力。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经费原因，该战车仅改装了50辆，改造数量极其有限。鉴于以上因素，台军将 M4ED 型坦克配属装甲骑兵部队，主要担任搜索、警戒、掩护等任务。台军对 M4ED 还是寄予了厚望的，认为该战车可使用10到15年，能够有效填补第3代战车研制开发之前的战力空隙。然而可以看到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流逝 ，M41轻型坦克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。在台湾坦克坟场里堆积着大量的报废坦克，其中不时能够见到 M41A3 轻型坦克的身影。当年威风凛凛的斗牛犬，如今已沦为任人切割的废物，让人不免感叹一句：岁月无情。本期关于 M4ED 坦克的介绍就到这里了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，又可浏览往期的精彩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